58万元起定位家用 SUV 的极狐阿尔法 T5，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价格区间、这个配置，一个月能不能有5000台销量。我们这台呢是660 Max 20万的大满配，都有啥啊？660 Max 顾名思义，660公里续航，800伏平台，所以啊，充电10分钟能跑260公里。那其实呢，从设计上面啊，外观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之前的视频我们已经聊过了。我们先画个重点，首先这台车整体给你的感觉肯定是运动年轻。黑化的套件、锋刃、轮毂、行李架、车窗、小鲨鱼鳍，包括车灯里面还有卡钳都用了红色点缀，所以你们看这个外观是不是挺运动的？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会发光的小狐狸，我觉得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就是车内啊，在前排呢，咱们主要聊舒适度、智能化还有细节这3方面吧。那我们一会儿去后排呢，主要去聊它的空间和安全。然后我们先来看它这个舒适度，因为这台车其实还是一个定位家用的这么一个 SUV。那么我们整个的舒适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坐垫的大小是 OK 的，是有一点点像贝壳状的，所以把我们腿部的承托包的挺好的。座椅的这个侧翼也是有一定的支撑感的。所以坐上来的感觉，我觉得舒适度是 OK 的。那第二点啊，我们说细节，我觉得这台车从细节上的设计还是挺多的，并且它都是从我们实用性的这个角度出发的。首先，其实这个位置操控车窗和车门的这个位置都是很简洁的按键，因为整个这辆车的内饰它纯的就是一个简洁风，还是很年轻这种风格。所以实际上我们开关门也是通过这个按键就可以打开了。这个座椅呢也有一个方便进出，你开门它就会往后走，我们关门，哎，它就会往前来。那之后啊，就是这个区域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并且它把这个中控台其实没有做连上。杯托有什么细节呢？就是它在里面有2圈氛围灯，所以就平时你放杯子的话，它就是一杯托；你不放的话，其实它是晚上开车是2个小小的圆的装饰。然后这边的储物空间，它里面是有一个这个空调出风口的，所以它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个简易的冷暖的箱，50瓦的快充的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位。它其实非常长，但是它给你做了一个卡口，让你放手机，其实你的手机是完全不会挪动的。这边呢也留了线的接口，也是一个66瓦的快充。另外啊，你看主驾位置的这个灯光是一个 LED 的灯光。包括副驾这个位置也是，这边呢有一个摄像头，但是它有一个这个小的开关。如果你出于这个隐私安全的考虑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关上。智能化咱们说2点，一个啊，你们发现了吗？它没有仪表屏，就它是用一个22.8寸的 HUD 给取代了。开过了电车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前面的液晶仪表屏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如果你要从油车转过来，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过它的这个 HUD 因为尺寸特别大嘛，信息足够全，所以实际上它对你行车过程中的指引是足够的。那第2点呢，就是整个车机，先试一下啊，小狐狸，关闭空调，打开车窗，好的 ，OK。关闭车窗，打开空调 ，OK， 打开香氛，好的，已经是了。我现在就已经闻到有一点淡淡的香气了。然后你看我一直在说话，它这一直在识别，所以其实这台车它也是一个所见即可说的状态。只要它这个蓝色调带，你一直是可以对它去发号指令的。那因为有这个855的芯片加持，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智仓的功能，尤其是我们经常能用到的，它都是可以实现的。基本上呢，我们在前面要聊的这个3大块内容啊，就这么多。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你们对这台车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它的车长呢不到4.7米，但是这台车的空间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后排。前面是我的驾驶位，来，咱们比较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它的后排空间，你觉得表现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一上来，就头部空间让我觉得还挺豁亮的，然后腿部、脚部都还可以哈。那另外呢，这台车的轴距的数据呢是2845，作为一台不到4.7米的车，整个的这个空间表现，其实咱们应该很能直观的看到啊，还是很不错的。这个车的后排的细节，其实之前我们在那个视频里也说过，然后今天咱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就是它这儿有2个兜，就你可以放笔记本啊，或者放手机之类的，都挺方便的。中央扶手这儿有一个自带的抽纸巾的位置，还有就是这台车4个座位全部都有座椅加热，它也有方向盘加热，并且呢，小狐狸。打开座椅加热，好的，退出，就我们也是4个位置都可以直接去唤醒它的。刚才我们说在后排聊2件事，一个就是空间，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那首先这个一涉及到安全，其实主要就是有车身安全跟车内安全2方面。车身安全方面，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过极狐这个品牌的话，其实大概有了解，就是它从备用安全方面一直这个品牌做的都挺好的。然后这台车本身呢，它也是 CNCAP 的高分5星。从车内安全方面，首先呢，现在的这个材料都是零全零本的。另外啊，这台车用的是 CN95级别的这个空调滤芯，这个大家肯定觉得没什么新鲜的，但是它有一个新鲜的啊，它在它的空调风道内放了4颗紫外线的消杀灯。它是怎么工作的啊？就比如今天咱去了一个空气不太好，你感觉这空气里细菌贼多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开，因为它是可以控制开关的。那开之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外面的空气在进入我们的风道的时候，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空调滤芯，另一方面就是被这4颗消杀灯给消杀了，所以等于进入到我们车内的空气就是洁净的。让我不得不觉得有一点中国沃尔沃的那个意思，就我觉得这方面是很值得宣传的，并且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一看这个尾部造型，是不是第一反应觉得后备箱的开关应该在这儿？不是，贼方便，在这儿一摁，就打开了。然后现在我的这个后排座椅是打开的状态啊，实际上它的后排座椅也是可以放倒的。后备箱的空间，咱们所见即所得，感觉一下，我觉得这个空间，如果我们把后排座椅放倒，肯定是够用了。但是呢，刚才咱说什么来？这车就是细节，这个后备箱有一个特别好的细节，就这里有一个220伏2200瓦的接口。当然这是一个纯电车，大家可能觉得有这种对外放电的功能不稀奇，但是车内这个220伏2200瓦的接口并不是每个车都有的。像我们平时拍摄的话，我们那个经常飞飞机嘛，那飞机的电池飞得很快，如果你这个车是外放电，其实我们还是会随身带一个户外电源。就对我们来说，你外放电的车型跟燃油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要在行进的过程中需要充这个东西。可是有了这个，我们就再也不需要带户外电源了，因为我们直接车开着的时候，我们在车内把它充上，然后就可以一直走了。那说到这个对外放电，然后其实它的充电口是在我们车的
后面，点开之后呢，充电口打开，那当然它是电车嘛，所以它也可以支持对外放电的，它支持的最大功率是3300瓦。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按钮，一按，我们整个这个充电口就可以直接合上了。当然从车内也是可以直接去操控的。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极狐他们的桩的话，它的桩跟车之间是有一个互联的，就蓝牙是可以连接的。那你这边一拔那个充电枪，它这充电口直接就打开了。另外，如果你忘了去关这个充电口，你这一开车，其实它自动也会关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叫懒人充电口模式吧。OK， 那我们现在开车聊聊驾驶。那这台车呢有很多种驾驶模式，舒适、运动、单踏板、个性化，然后它还有2个就比较特别的驾驶模式，一个呢就是奢华路面，还有一个就是极致节能。就在这个极致节能的状态下呢，其实基本上我们车内的一些像氛围灯啊、音乐啊、座椅加热等等，它就全部都给你关了。那适用的场景肯定就是妈呀，怎么还有10公里续航？就这种情况。那要是我自己来说呢，我肯定是比较喜欢用这个个性化模式，因为这个模式下呢，就是你可以去调节我们整个加速的这么一个线性的程度，然后同时我们可以自己去调节能量回收的程度，包括转向也是可以调节的。那它转向呢也是有3个模式，就是标准、舒适和运动，并且其实在这个个性化的模式下，你也是可以把它调成这个自适应风格的。你打开这个之后呢，其实车辆它会根据我们的这种驾驶风格，然后来自动的去调节它输出的参数，就很省心，你啥都不用管，只管开，然后车辆就会达到一个比较让你舒服的状态。那这台车开起来呢，就是感觉还是挺灵活轻便的，因为它车长是不到4.7米嘛，而且我刚才那个方向盘的转向的手感我是调成舒适了，所以它就很轻便。所以其实我现在开着就感觉挺灵活，挺好开的。而且啊，因为我是女孩，所以我在这个灵活、好开、轻便上面，我觉得我可能是更有发言权。因为男生力气比较大，所以可能很多时候你感受不到这种细节啊。但是女生的话，你就觉得啊，这个小车挺好上手的，大概就是这种风格。这台车呢用的是麦格纳底盘调教，所以它整个的底盘也是挺扎实的。像我们现在走3亚的这个市区野路啊，就它有很多那种比较浅的减速带，大家应该有过吧。然后就是整个你看我们现在前面就一个，感觉一下啊，发现没有？就是它处理这种细碎的颠簸还是挺利落的，所以就是你整个开起来坐起来你会觉得还是挺舒服的。那我们开的这台车呢，最大的功率是200千瓦，峰值扭矩是360牛米，它的0到100公里加速是7.5秒。其实这个成绩我觉得不错了，但是呢，肯定跟很多纯电车3点多秒、4点多秒成绩比不了。但是其实这事儿也说明了，就是它这个车的这么一个家用车的定位，就是它没有说我再给你加钱去加一个电机去做一个非常快的提速，或者说多么棒的操控的性能。所以其实我们这么看下来，就这台阿尔法 T5，无论是从它外观设计、空间安全，还有智能化，包括我们整个驾驶的感受，它其实都是把这个家用车的定位始终放在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你开来会觉得，如果我们家里开这台车，方便面好像表现都挺不错的。车我们试完了，你们觉得整体的感觉怎么样？那我认为啊，15到20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内，如果你刚好也想买一台纯电的家用 SUV， 这台极狐的阿尔法 T5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购买清单。